好的，大家好，我是吴伟，今天要来介绍的是我一直不太想去面对的。好，这个是 Swift Block。好，这个名字看这样子，你大概不知道这什么鸟，对不对？嘿，其实它是干员自己在做的一个副品牌。我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啦，但应该就是干员。好，所以也蛮知名的啦，因为各位都知道干员的入门方块就是356 RS 嘛，那个方块对比在干员产品线里面是非常夸张的便宜哦。但是这个 Swift Block 这个推出的时候是扯爆了，比356 RS 还要再更低耶，所以现在他们要走两极化，贵的更贵，便宜的更便宜。这个策略好像也没什么错。好，它的盒子呢是这个样子，其实就它这是破坏性的，就是你这个撕开才能打开嘛。哦，那撕开之后就不能合回去了哈。然后这边，对啊，是用粘的。我从后面可以撕开还是会破了，还是会破了。但是我觉得不太想撕开这个，感觉好像破了之后它就至少下面破，可以。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哦。OK， 哦，这个 OPP 带就是很厚的这一种，又厚又软的这一种哦。好，贴了这个 QC Pass， 这个就是干员的啊，就是干员的 logo 那个在用的品管贴啊。但是它这只有贴一张哦，它只品管一次哈，比较省钱嘛。好，如果光从盒子上面的说明，其实你也看不到跟干员有关的东西哦。好，它的生产商叫做广州漂移方块智能科技哦，漂移方块，它不用漂移魔方，漂移方块 ，OK， 是广州哦，还不是澄海嘞，地址在南沙区，不是在澄海区，蛮特别的哈。畅快探索每一面。好，然后它有什么磁力舱、专利加速技术。这个给各位一个观念吼，有了磁力的方块，不代表那个方块会比较快，好不好？有人在那个问语答里面问说，加了磁力是不是比较快？用什么比喻你知道吗？你在买车，这车子比较快，还是驾驶开的比较快？哦。你今天买马自达跟买 Honda 或是买什么 Toyota， 不见得哪一台车比较快，是驾驶的技术或是驾驶的习惯、开车的方式哈，不是说加了磁力它就会自动变比较快，没有这回事哈。厉害的人拿没磁力的方块一样是吊打那个拿最顶级方块的那些玩家嘛，对啊，就是这样。好，蛮小颗的耶，看一下哦。好，是55的。55，所以如果是干员的话，就会叫干355。好，大重量是82.8克哦。以方块现在的习惯来讲，就有点偏重，82.8克，快83克。奇怪，这么小一颗这么重哦。好，它的闭壳应该是蛮厚的，表面呢是细雾面的哦，是雾面的，然后没有什么油的感觉，但应该有哦。看到非常大的磁铁仓有没有？很大的磁铁仓啊，这么大，能调吗？看起来似乎不能调，那能抽换吗？抽换就是356 X 创始的嘛，没有，它不能抽换磁力吼，所以它就是有磁力仓，然后跟这个相吸吼，角块跟边块都有，都看得到的。好，来看一下出厂的那个轴距，其实设定的很紧，拉不太开哈。这个可以理解，因为它这个明显就是设计给新手。好，有可以这个设计跟最近的一些比较省成本的 Budget Cube， 就是预算方块、便宜方块、入门方块设计一样，用螺丝来控制轴距就是你可以调整它的轴距，然后这个有一个弹簧仓可以直接徒手去拨动它。改变弹簧压缩的空间来改变弹力压进去的弹力，这样还蛮简单的啦，很好理解这样子横出来就很紧，然后你想要松一点，就是把它这个直接螺丝往上调松因为我觉得它的
出厂的这个好紧啊，不是说不好转啊，是很松滑，没错，是松滑型的。但是好吃力呢就中偏强吧，有点偏强这样子。而且磁铁在磁铁舱里面不是完全固定的，所以你会听到很多磁铁在啪啪啪移动的声音，有没有？它磁铁是在里面移动的，是听得到那个啪啪啪的声音哈。我一定是先把它转松一点，因为它的轴距真的我觉得偏紧啊。好 ，OK， 哦，好一点，哦，好一点，舒服。好，它的逆容错呢，不像常见传统的干圆的那种手感，应该跟它的结构有很大关系啊。简单看一下结构吧。好，虽然是入门方块，但是结构也不简单哦。它的这个地方是有内外零件的，脚块这个有内外零件。可以开吗？哦，它这个卡，它用这个去卡住了，所以不是那么好开。要开可以的。哇，这样子的结构卖这个价格，刚丢。一开始是魔域不让人火，后来是魔方格不让人火，奇异不让人火，现在是干员不让人火。不过还好啦，因为干员他们就专注在3阶嘛，他们的其他的方块就那个斜转还可以啦，Mega 也勉勉强强还可以啦，金字塔也还 OK 啊，没有，但是它的高阶就还有进步的空间啊。反正干员嘛，他开了20副模具，然后给他所有的战队测试完之后，不好的全部丢掉，一起重来，他们也都做得到啊。那个有钱真好啊！好，还算好转哦，还算不错。然后，因为它其实模具的工艺是很好的，表面没有什么凹凸不平，或是毛边，或是小锯的痕迹哦。所以这一颗其实蛮适合用来作为推广，就是干员界的免洗方块哦。但是没有干员的 logo， 他不打他的 logo， 就等下怕砸自己的脚啊。其实你不用担心啦，因为我们之前已经有一些作品砸过自己的脚不止一次了，所以还好啦。大家现在干员你们家还是会很喜欢的啦，好不好？当然。他一直在，像他也做了蒙科系列嘛，也是非常入门的。但我不太清楚为什么要再有一个这个 Swift Block 这个系列，不太懂你的操作。或许你很快就会有东西出来，说不定了哈。OK， 这个我觉得没什么特别的需要去讲，因为方块本身是好转，然后也很适合给新手。不要说新手，其实老手拿这一颗也蛮适合的。对啊，逆容错的角度稍微小一点，然后正容错就还不错，然后弹簧就是很 Q 弹，弹簧弹力偏大，所以我这个6面已经是调到弹力最弱了，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点偏强。不过我觉得它可能是要给新手，那可能就是要强大一点的弹力把它限制住。不要让零件太容易喷飞这样子，因为毕竟新手就是这样嘛。好，来润滑看看咯。咚2滴。有。它出厂应该里面是有一点润滑的。好，加了一点小盐油之后，跟里面原厂的油做了一点点小小的混合。好，这个感觉不错，慢慢有漂浮的感觉出来。知道漂浮吗？然后这个磁铁在磁铁舱里面移动的那个声音也蛮大声的啦，所以这也是一颗没有很适合在课堂上偷转的方块。好，颜色设计的很鲜艳哈，还不错哦。我看不到我在这里。然后正逆容错的表现，我觉得会比一般的干员3阶，就是我们习惯的那种干员的手感
还要再差一点。不过你要考虑它的价位，真的是很不错。好，介绍完毕，有问题的话，影片底下留言哦。我是吴伟，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